乾坤中静默的世界，明暗交叠的夜。我从混沌中来书写漫天风和雪，坠落凡尘的红莲，一剑划破日月。用血千万遍，与我为己，生命所见。血逐渐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越过的热烈，劈开日月，不畏风雪，复兴天下的真烈，为战胜不顾一切。这一场轮回下，让见证一世化改变。在西，怎么是他送来？摄魂骨，传说中的暗域邪骨，为何会出现在这儿？师傅，师傅！雪神，快走，快走！苏公主怎么会突然中蛊？也许她早就中蛊了，只是因为她修为高深，所以到现在才发作。你灵力恢复了几成？不足4成。南虚月，摄魂骨能持续多久？3个时辰，3个时辰之后便会失效。你们先走。他们都走，我陪你。这里是净化宫，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走。谁都走不了了。不能杀，他们还活着。不能杀还怎么打？他们不知道疼，也不知道累，会耗死我们的。这腰疼。公子。想干什么？你又不让我杀人，只好这样了。对付邪骨，只能用魔功，以毒攻毒。够了，停下！你还知道关心我？停下！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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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！师傅！现在才是够了。穆雪梨，师傅，穆雪梨，
如何？穆姑娘之前可有受过伤？什么意思？照脉象来看，她是旧伤未愈，方才又以血为阵，才导致的魔气易散。属实是伤上加伤。怎么了？她灵窍破损。是，他跟我说过。灵窍破损，也就说明他无法像寻常灵族一样修炼灵力，也无法结出灵丹，只能引魔气入体，修习魔功。可不论是魔气易散，还是魔气入体，对于一个灵族来说，都是生不如死的畸形。你精通医术，可有什么办法能助他恢复？许愿。我对魔功也不大了解，只能先去净华宫药库看看有没有他可用的药。穆姑娘之前可有受过伤？她是旧伤未愈，方才又以血为阵，才导致魔气易散。小心！属实是伤上加伤。东阳，你知道怕是种什么感觉吗？怕？嗯。公子为何突然这么问？我方才好像就怕他就那样死了。我不确定的是不是怕，我只知道我不想他死。你与他相处的时间并不多，为何这么在意这位故人？说不真切，就是一种感觉，就仿佛一切都本应该如此。你说，他会是我要找的梦中人吗？他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可我始终看不清他的脸，也看不清那梦中之地。那种感觉很相似。穆玄灵会是他吗？既然不确定，那就再多花些时间，去看明白，他究竟是不是。玄灵，师父，过来，该练功了。想要力量吗？想要复仇吗？感受魔气，将它纳入体内，不要排斥它。记住，魔气是力量的源泉。人会背叛，感情会背叛，你能依靠的只有力量。师父，为什么我们的修行这么痛苦？
因为我们生来有罪。穆雪玲，穆雪玲，有这么多可气的？你看你自己可能看习惯了，我看你可是新鲜的很。怎么，你好奇我是怎么写你的？要看吗？并不好奇。面对我的体贴，竟能做出强马不待人之事，很难相处。不过杀了1800暗族就敢胡吹大气，就是这班长，略显浮夸，特别大一片，特别醒目，健忘。他竟然把我困在这阵法里，气死我了！谢雪晨，你混蛋！今日，他同我一起赏月。当然，准确来说，是我非要同他一起赏月。其实月亮不圆也不亮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但他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瞧着很是孤寡。我就勉为其难，陪他说说话吧。我跟他聊起了暗域，他对我曾经的生活未做评价，也没有跟我提起他的生活。有时候我觉得，我就像暗域里的血月，而他，像人间那轮忽远忽近的明月，各有自己的位置，不曾交汇。但如果可以，我想让他知道，其实活着，也能不那么孤独。谢少宗主，我刚才可是替你挡了一剑呢。就算是幻境里的剑，挨一下也是很疼的。你怎么也不关心关心我？不如你把玉影刚刚化成的那颗魔丹让我吃了，我也好增强功力啊。穆雪玲，穆雪玲，你醒了。谢雪晨，你哪里不舒服？我身上疼，好疼。
我头好疼，我心口好疼，我手脚也疼，好疼。这衣服，就连这衣服碰在我身上也跟刀割一样。你运功吸收魔气，就不会疼了。谢学真，我是不是中蛊了？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？你没有中蛊，你只是吃了玉隐的魔丹，现在魔气重新入体，需要你运功解难。玉隐的魔丹。好，那我试试。请随我跃进时间的花火，我心田引力风若桃花千朵，历经过山长水阔人谈笑自若，只因情向我，只因你如昨，芳华灼灼。请随我跃进时间的花火，我心田引你风若桃花千朵，历经过山长水阔人谈笑自若，只因情向无动我，只因无扰你如昨，无气芳华灼灼无念，冷静，忘记。谢雪晨，你干嘛呢？为我依高修士，有何要事啊？哦，穆玄灵的魔功破了摄魂蛊，残留在大家身上的魔气，我也用琉璃明心丹清除了，明天大家就能醒过来。我来是想听你告诉我，穆玄灵究竟是怎么回事儿？没错，他是灵祖，因灵窍破损，迫于无奈修习魔功。那日在驿站与你相斗的，就是我和他，只是用法器遮掩了面容罢了。我就说他的腰疼怎么那么眼熟，你们俩骗了我这么久，他那日可是要杀了我。那日之事的确只是误会，况且论起因，也是你误抓秀宝鼠，动手伤人在先。这2日你应该看得很清楚，穆玄灵他没有恶意。你现在竟然都帮灵祖说话了？高修士不也一样吗？你如今对灵祖也能手下留情。我才没有手下留情呢，我才不会呢。你明知穆玄灵修炼魔功，又知他身体虚弱，你如果真想对付他，大可直接传剑灵司来抓他，又怎么可能让他安安稳稳的在净化宫休养，还先来向我问明事情的缘由？我是不想旁人说我是非不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如此信他，就不怕他反咬你一口吗？高修士是在说穆玄灵，还是崔婉婉？我相信高修士应该不会将穆玄灵之事告诉苏公主吧？我的嘴巴没有那么大，你的人你自己管好就是。南庄主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噬魂蛊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大家都会染上？啊，是古籍中记载的一种邪法。尸蛊者需取暗玉邪蛊，以自身鲜血喂养，待养成之后，将其磨碎，涂在器物之上。接触过此器物的人，在尸蛊者死后便会成为他的傀儡，会忘记一切，只会记得完成尸蛊者的遗志，且一传十，十传百。什么器物这么隐蔽，连我师父都发现不了？没发现未必是藏得隐蔽，也有可能是露得很明显。
明显到让人不会去怀疑。什么意思？是崔婉婉。他知道苏网镇可能是个局，他便以自身性命为赌注前去破坏，且留了后手。他在谕令上下了摄魂蛊，若他赌赢了，便可以破坏阵法，毁掉灵丹，守住他身后的秘密；若他赌输了，他会死，但也会启动摄魂蛊。这样，自然会有人替他来杀谢雪晨。可他想要的是毁了人族，保护灵族，为何要杀谢雪晨？怀璧其罪。雪晨身怀玉阙宫，乃人族至强，也是仙盟未来的倚仗。想毁人族，当然要先毁了人族的希望。他为了完成任务，连自己的死都亏力，这得有多狠？二位，我有些累了，就先告辞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在这儿？我是寻得一法，或可缓解穆姑娘身上的疼痛。走吧，去给她试试。不用去了，她已经好了。好了？也许是她修为比较深厚吧，反正她已经睡了，还是别去比较好。你应该知道，你不太擅长说谎。骗你干嘛？她真睡了。我说的不是穆姑娘。曾经千杯不醉的谢少城主，如今竟说的一句不饮酒。你这谎说的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？雪晨啊，谢雪晨，你也不想想，玉影为什么叫玉影？她的魔丹你也敢随便喂？这可不算我轻薄你啊！竟然还敢下蛊！好个崔婉婉，就这么让她死了，真是便宜她了。早知她如此阴毒，就该将她碎尸万段。师父。崔婉婉已经死了，净华宫之乱也已经平息，你没必要因为她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师父只是气旁人，你不必害怕。但是秋明啊，经此一事，你更该看清楚，在这世上，能相信的人和事少之又少，你最终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所以你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，更无弱点。明白吗？明白。昨夜之事，我虽记不太清，但也有片刻印象。谢雪晨的灵力尚未恢复，傀儡之乱闹得那么凶，仅凭你们5人，就能平息整场乱局。谢雪晨虽然灵力还没有恢复，但他观察入微，找到了傀儡的破绽。再加上南虚月的法阵是天下一绝，他2人配合，自然是能破除邪蛊的。
此番成了雍雪城和玉秀山庄的情，不知何时要相还。这种不定之事，真是令人难安啊。仙盟同气连枝，守望相助，定是不会刻意讨这些人情的。同气连枝，守望相助，你当真如此以为？听闻仙盟修士卯出晨起，谢少宗主今日似乎起晚了些，难不成是因为想着什么人什么事，反复回味，夜不能寐，所以起晚了？休要胡言乱语。是我胡言乱语，还是有人昨夜趁人之危，胡作非为，坏人清白啊？昨夜是你自己先。我怎样？丹药是你喂的，我怎知你是无心还是故意？说不定有的人口是心非，嘴上说着不要，心里却……我只是为了救你。你这是承认了，你就是关心我啊。甚至关心到要去偷看我的小册子，我早说给你看了吗？你偏偏要偷看，难不成是觉得偷的更刺激啊？谁说我偷看了？我昨夜将它放在你的枕边，你醒来之后便会看到，便能想到我看了。哦，所以我没有隐瞒，不算偷看。谢雪晨，你觉不觉得这很诡辩啊？你这人就是嘴硬。哦，不对，你的嘴硬不硬，我最清楚。其实呢，还挺软。原来能躲开，那为什么昨晚不躲？你能不能别躲了？亲一个。哟，穆姑娘，昨夜耗损甚多，这么早便醒了，可有好些？多亏谢少宗主昨夜相助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这不，我特意来谢谢他。仙盟事迹，在金花宫逗留已是耽搁，还是尽快回云秀山庄，以传送阵回雍雪城。来这之前，我便已经吩咐下去，让人准备阵法所需材料。赶紧走，去与素公主辞行。他走这么快干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他。等等我。喂。苏公主，庆花宫之事已平息，雍雪城另有要事，特来向公主辞行。既有要事，我便不多留几位了。只是少城主的灵力尚未恢复，不如我派镜花宫的弟子相随护送。云秀山庄会相助谢少城主，公主可以放心。况且镜花宫刚经历一战，需休养生息才是，不劳烦公主了。秋明，替我送送几位。是。告辞。各位，请。高修士送到这里便可。穆仙灵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是看在谢雪晨的面子上，才没有将你的事情告诉我师傅的。你以后可要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做人啊，这可有点难度。你不要再给我耍嘴皮子了！我要是再看到你作恶，我就把你抓到剑灵司去。多谢少公主宽容。那作为回报呢，我也不会把你错抓秀宝鼠
强抢小孩子宝物，还打不过我的事情告诉别人。这么多人在呢，你就不能小声点？你怎么这样？怎样？哦，我看既然二位有意谈和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是啊。那也不该在此时此地吵吵闹闹的。有要事在身，莫要纠缠。慢走不送。你对高秋明的敌意，究竟从何而来？难道你与他有旧怨？你这么健忘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也不记得。我健忘吗？嗯。阿宝，这件怎么样？珠儿金石的宝气不对，没有300年，最多只有70年。才70年啊！你看嘛，这成色瞧着颇为古老了。阿宝，你要不再仔细修修？行了，阿宝可是秀宝鼠，对宝器最是敏感，修个年份怎么可能有错？阿宝，你先休息休息，若是还有什么想吃的，尽管告诉我们。阿宝，你要不先吃点点心吧？好。姐姐，阿宝，才3日没见，有这么夸张吗？早知道啊，就该带你去见见高秋明。嘿嘿，那还是不必了。谢哥哥，男庄主，芙瑶姐姐，庄主，布阵材料准备如何？材料皆已备好，正在炼化之中，午后便能完成。午后？那看来，你还要再等上半日啊。不如先回房休息，待你养足精神，材料也就炼化好了。许月，费心了，快去歇会儿吧。回了雍雪城，危机四伏，回去之后可有你忙的。谢雪晨，何事？我就说你健忘吧，你还欠我一个答复呢。那我再问你一次，我跟你一起回雍雪城，好不好？穆玄灵，有个问题，我希望你认真回答我。好。你是真的想弃暗投明，重新开始吗？别动。你不是想听我的真心话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说话向来真真假假，看不真切？谢雪晨，我并非生来如此，我也有过很真诚、很真诚待人的时候，你相信吗？可是，在暗域，光靠真诚善良是活不下去的。暗域没有怜悯，只尊强者。我只有一路厮杀，全副伪装，才能活下来。活下来，才能去见我想见的人，还我该还的恩。我现在很认真地回答你，我不想再回暗域，我想活在阳光下，
你愿意带我走吗？你的脾性与雍雪城并不相合，所以到了雍雪城，你要从最初级的外门弟子做起，修身养性，重新来过。好。不许再用魔功。好。更不许纠缠我。好。这个有点为难。好吧，我会努力克制的。嗯。姐姐，你真的答应哥哥了吗？为什么跑来偷听？姐姐，蜀瑞嘛，你真的以后不再纠缠哥哥啊？那显然是不能啊。那你又骗人！我哪儿骗人了？我说我努力克制嘛，但能不能克制得住就不好说了。哥哥遇上你，迟早会被带坏了。我会对他负责的。公子不打算将故人留下吗？他也做了决定，留不下的。不论是从前，还是现在，都留不下。那么一大盘的糖果，却只换了这么一点点的喜欢，还真是个吝啬的小姑娘呢。父亲，方才你在和谁说话？啊，一个小灵奴。高盟主不愿借出混沌珠，其实恢复不了石窍也无妨，我还能做很多事。比如我可以为我们玉秀山庄做防御。你在说无妨？你知不知道，天生石窍，何等的实力，何等的荣耀！云秀山庄衰微，为父多么希望你能够重振山庄，可你看看你，如今俨然成了一个废人，怎么敢跟我说无妨？哼！高风雪不会借混沌珠，走吧。父亲，那我可以带走刚刚那个小灵奴吗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毁了三窍，你就是个废人，一个没有用的人。你凭什么去和仙盟盟主提要人？你，哎！那年午后匆匆一面，于他而言，我只是个最普通的过客罢了。从前带不走，如今留不下，不在恰当的时机，一切便都是错的。那公子打算止步于此？
止步。我还未曾探清他是否是我那梦中之人，他不留下，我便陪他一起走，又如何？风雪穿越。